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人间兵器2周目最高难度的挑战。挑战的玩家是评级专家。开场的密码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熟悉了。密码里边包含了周目还有选关的信息。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就觉得它是很难的一类了，但是现在回头仔细来看，比魔界村那种还是要差一些。毕竟不同的杂兵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，有的需要打2枪，有的需要打3枪，有的需要蹲下，蹲下的时机也要考虑。每一关想过关的话，首先就需要拿到这枚手雷。子弹打光了。这款游戏有关子弹的设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当你手枪的子弹打光之后，会自动的变成单发，但每次开枪之前都要先上一发子弹，这样你的输出就变弱了，间隔变长，这就避免了你把子弹打光之后就只能够被动挨打。咱们的主人公叫做肯史密斯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对他最大的印象是他好像没穿裤子，主要就是由于他的配色，红白机的机能毕竟在那儿摆着，裤子的颜色比较接近肤色，造成了一些小伙伴的误会，所以有人脑洞大开。当主人公的子弹打光之后，他是从哪儿把备用的子弹掏出来的呢？翻找的第2个门找到了手雷。手雷的门是有随机要素的，但是它是有一个大概的范围，并不是完全需要你每个门都翻的。这款游戏发售于1990年，我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已经是小学3、4年级了。刚开始到了关底，发现怎么也过不去，后来又发现需要找到手雷才能过关，所以每一关的门就开始地毯式的搜查。再后来就发现了一定的规律，手雷会出现在一定的范围或者是固定的几个门之后。了解到这一点，你就不用每个门都翻了。所以也能够变相的降低游戏的难度。因为进门之后再出来这一下，在高难度模式下是比较危险的。刚才捡到了血量最大值的提升，所以这款游戏还是有一定的升级要素的。血量多了还能扛一发子弹，避免被秒杀呀。
还有增加时间、增加手枪子弹或者是机枪子弹。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《雷霆任务》，这两部作品很像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组的作品。雷霆任务是有街机版本的，并且还出了2代和3代。单发手枪的状态处理这些鸟是很困难的。刚才这发手雷是贴着脸扔的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每次过关之后，都会从同伴那里得到一些信息。这些信息凑齐了之后，就发现自己的长官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主人公肯·史密斯所在的组织叫做第98特殊部队，代号是毒蛇。这个毒蛇是美版的代号名称，日版的叫做死狐。我觉得叫毒蛇的话，咱们东方人也能够大概理解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。剧情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毕竟是一款动作游戏。但是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本作负责音乐制作的部分里有一位大神啊，这位大神就是下村洋子。可能一些小伙伴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参与制作的游戏。当然了，只是部分，包括了快打旋风、街头霸王2代、龙王战士、威虎战机、洛克人5代、惩罚者、圣剑传说、王国之心、寄生前夜、马里奥和路易 RPG、最终幻想15。参与制作的游戏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了本世纪的20年代，跨度很长，经典作品也足够多，所以真的是大神啊。早年的这些游戏，如果你能在制作人的列表里边发现1、2位大神的名字，那游戏的素质就有保证了。这个手雷又是贴着脸扔的呀，那你说这个手雷的威力是大还是不大呢？如果是大的话，它不可能贴着脸扔；如果是小的话，也不至于每关非要用雷来炸门啊，一脚踹开就行了。之前的关卡曾经遭遇过子弹的危机，所以上一关是进了门，拿到了冲锋枪。我觉得如果不追求速通、追求挑战的话，枪还是要拿一下。即便是你想追求速通，有些枪该拿也要拿，因为它毕竟会给你在流程当中提供一定的火力输出，可能反而会节省时间。速通嘛，就是追求个时间和效率的极限，所以考虑的要素也很多。我看过 TAS 玩的高难度挑战，15分钟左右就能通关了。
TAS 是给很多的普通玩家提供了一个参考，他就告诉你，人类的极限大概能够做到什么样子。本关也是拿了机枪，这个地方好难啊，跳跃的时机一定要掌握好，否则的话很容易跳起来把敌方的子弹接住了。翻手雷，翻了2个门没有翻到。翻到了一个小孩，应该也是人质。另外还能够翻到 OL 装的妹子或者是骷髅，说明来往。其实刚才并排的3扇门，我还以为中间的那扇门里边能翻出同伴，结果是最后一扇门。常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应该会有一个体会，就是当你在翻出手雷之前，你往往已经有了预感，就能够确定就在这扇门的后边。本关的地图应该是流程当中最复杂的了，上上下下的。我说的是坐电梯啊。你别说最高的难度了，就是普通的难度也非常容易迷路。好消息是找到手雷了。其实刚才只是看起来危险，敌人出现的时机和你跳跃的时机是相对应的，只要你跳的时间合适，肯定是能躲过去的。这就是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。当然了，你只能依靠节奏，不能依靠反应了，因为敌方子弹的速度太快了。这一发燃烧瓶非常危险。前面就是门，但是要慢慢推进。子弹又打光了。每次结算的时候是有电脑的画面。我第一次见到电脑应该是93年，那个时候上初中了，学校有微机课，一个学期也就2到3节课。那个时候电脑很贵啊，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家庭能消费得起的。初中的几年就只学会了使用 DOS 的几个简单命令。高中的微机课也不多，那个时候已经有98的系统了。后来2000年上大学就开始接触到电脑的模拟器了，才发现原来小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游戏没玩过。原本我是觉得在同龄人当中，或者是同一时代的玩家当中，我接触的游戏就很多了。看了红白机的官方游戏发售列表之后，发现自己可能只玩了1/5左右了。很多比较好的作品出了续作我都不知道啊，
人家已经出了2代、3代，我可能只玩过1代。但《人间兵器》这款作品只有1座，也是挺可惜的。不知道和它难度稍高有没有关系？因为当年刚刚接触红白机的那一波人啊，之前没什么太多的游戏经验，所以总结游戏规律，提升游戏水平，这个速度就比较慢，不像现在，你看了2个其他人玩的录像，也就能学个差不多了。这里是来到了最后一关，本关就不用找手雷了，并且本关也有游戏当中的唯一一场 BOSS 战。冲锋枪就这么用啊，挨了1枪。刚才这个小兵真的立功了呀，可以吹一辈子。撞了一下，又开了1枪，直接带走了主人公3/4条命。之前的关卡里边，所有敌人没办到的事情，他办到了。子弹在这个版面是可以打光的。最终 BOSS 会给你50发的手枪子弹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从刚才这一波开枪的气势来看，子弹肯定是会被打光的。这里的跳跃高度还有开枪的位置太难拿捏了呀。手枪子弹也打光了，后面这一小段就难受了，毕竟是最高的难度，基本上所有的敌人都需要1枪以上。蹲下可以躲掉对面95%的子弹。这个 BOSS 是可以打无伤的，但如果我打无伤的话，你需要给我冲锋枪啊！最后是拼下来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人间兵器2周目顶级难度挑战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评级专家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